Bitmap、Magic Eden 上交易量排名第1的龙头老大，但是不论是在推特还是在 YouTube 搜索，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在讨论和关注。不仅是社交媒体没什么声量，甚至在交易量发生的主战场 Magic Eden、Bitmap 都只有一个网站链接。这么大交易量的项目竟然没有官推和 DC 或者 Telegram 群组，一个几乎看不到任何宣传的项目，交易量却快100个 BTC， 难道是大家都在闷声发大财啊？于是带着好奇，我买了一个 Bitmap。 在体验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决定要出一个系列视频来好好讲讲 Bitmap 到底是什么。第一次见到 Bitmap 是在 Magic Eden， 就是这堆黄色方块，我还以为是什么 NFT 的操作呢，但是一看总供应量800多 K， 80多万张，这也太夸张了吧！而且后台有25000多个，我靠 ，Sandbox 也没这个多呀！赶紧点开它的官网看看。第一次见用 Getbook 做官网的项目。仔细看完了 Getbook 之后呢，让我找到了。首先是这个 Bitmap Explorer， 就是在你买了 Bitmap 之后啊，可以看到它形态的地方。这一看呢，就是一个土地哈。右上角呢，如果你在 BTC 有 NFT 头像，它就可以自动识别，并且给你购买的地块上也自动贴上你的头像，同时也会显示你的地块编号和数量。如果你买了域名，还可以在这里选择显示购买过的域名。左边可以看到当前在线的房间，进去之后呢，能看到这个房子里面的玩家列表。右边呢有一个聊天框，中间大家可以走来走去。这他妈不就是以前的聊天室吗？感情是搁这蹭 BTC 的热度，又开始搞元宇宙、囤地、FOMO 那一套了。不过呢，正当我觉得已经看透了 Bitmap 的时候，一个和 Bitmap 关联的网站引起了我的注意。BRC420，简单来说呢，他们的愿景是打造一个通用的元宇宙协议，打破游戏资产之间的互相不兼容。他们认为啊，现在 Web3 的世界里，游戏资产是碎片化的，互不兼容。只要游戏的生命周期结束，游戏内的资产就会变得毫无价值。这就好比各种的游戏英雄啊、游戏道具啊，游戏刚发行的时候被炒到天价，但是呢，当游戏开始走下坡路或者直接停运的时候，即使 NFT 还在你手上，但是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前阵子马斯克也黑了以太上的 NFT， 他说图片是存在 URL 上的，所以呢，一旦项目方倒闭，你买的所有资产最后就其实只剩一串代码。But I mean, NFTs. The funny thing is that the NFT is not even on the blockchain. It's just a URL to the JPEG. So it's not even like it's like you should at least encode the JPEG in the blockchain. Because like if the company housing the image goes out of business, you don't have the image anymore. 而 BRC420 不同，他们支持把所有游戏的逻辑代码、资产、数据全部都上链，这是真的将游戏的所有资产都刻在 BTC 链上了。所以不论项目发生什么变故，你的资产都将永久按照铭刻时候的姿势存在。他们打算利用丰富的文件格式支持和标准制定，来让所有的元宇宙游戏和道具遵循同一种标准。这样一来，只要在 BRC420 发行的 NFT 都基于同一套标准，那么理论上来说，这里的 NFT 就像是一张通行证，可以在任何游戏里都拥有价值。目前他们已经支持了2D 图片、2维动画、音频 MP3 以及一些3维，比如说 FBX、OBJ 和 GLB 格式。所以这个时候再回头来看 Bitmap， 它更像是一个 BRC420 的先遣队项目。用户虽然是在 Unisat 或者 OKX 购买了 Bitmap 的地块，但 Bitmap 的角色、宠物、装饰房间所需要的贴图、背景音乐，其实都是在 BRC420 的 Marketplace 上购买的。Bitmap 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体现 BRC420 的元宇宙标准当前已经支持的一些文件格式。而 BRC420 的野心其实更大，他们计划支持更多的格式，比如说他们已经在试验同时支持 Unity 和虚幻引擎的3维模型资产，并且现在已经可以在推特上看到一些游戏引擎的开发者正在建立基于 BRC420 协议的游戏。那么说起来， BRC420 能做的好像不过也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元宇宙游戏，现在是2D 的，以后搞点3D 的，也就这么地了。但是什么让我决定做这期视频的呢？那就是 Bitmap
开放的生态环境。Bitmap 不是一个封闭式的游戏，你可以不持有 Bitmap 的土地，但是却可以选择作为一名在 Bitmap 生态里面存活的商人。只要你有美术功底，你就可以将自己的美术内容做成游戏里的角色、宠物，并且将它们放在 BRC420 上出售。只要你会一点音乐，你就可以将自己的音频部署在 BRC420 上出售。而且这一切只是开始。想象一下，当推特上独立开发者们开发的开放世界游戏出炉，任何3位模型师都可以将自己的数字资产上传至游戏。这就好比是一个 MOD 生态权限拉满的 GTA Online， 任何有活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好东西做出来，刻到 BTC 上，并且作为商品在游戏里面交易。而且产品类型的丰富程度上限就是游戏本身支持的开放权限。这就好比 Bitmap 的编辑器目前支持角色在2维状态下每个角度都可以有动画，创作者呢就可以把2维动画放在游戏里。那么只要开放世界游戏的编辑器足够自由，创作者就可以创作出无数令人意想不到的游戏道具。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元宇宙就应该像《头号玩家》里那样，人们在一个巨大的地图里可以扮演不同画风的角色，驾驶不同风格的座驾，游玩不同类型的游戏。而要实现这一切的基石，就是足够开放的生态。一个游戏不能只是游戏开发团队不断的花时间和投资去制作更精美的关卡和更多的游戏道具，而是人人都参与到游戏当中。玩家买到的所有的角色、道具、游戏都可能是其他玩家提供的。只有足够丰富开放的生态环境，才能培养出足够自由真正的元宇宙体验。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Bitmap 是什么？对于波段的用户而言，它只是一个低买高卖的地皮项目；对于艺术家而言，也许只是一个能赚点生活费的平台；对于开发者而言，也许是一个全新的元宇宙规则范本和案例。它就像是一张白纸，它提供了80多万块土地，并且为这些土地不断的开发更为完善的编辑器，并希望可以和玩家一起创造一个真正的元宇宙。但 Bitmap 或者说 BRC420 能做到吗？在和 Rixverse 沟通的过程中，他们表示他们目前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这也许是他们的媒体和网页管理如此混乱的原因。但在 Bitmap 已经拥有了非常繁荣的开发者生态，众多开发者利用协议开发出了非常多有趣的应用和工具，并且仅仅是土地销售的收入就能保证 Rixverse 开发不会像 Web2 的游戏团队一样陷入资金窘境。2年后，也许它只是万千个死掉的元宇宙项目之一，仅剩一页维基百科的只言片语；也许它已经完全升级为了同时支持所有大厂游戏引擎的世界第一元宇宙游戏。期待 BTC 加密货币最初的梦想能给元宇宙带来真正的希望。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也是第1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会出一个关于 Bitmap 和 BRC420 的系列教程，来告诉大家如何购买土地和道具，还有这些小的黄色格子都代表什么，蓝色盒子又是什么东西等等，以及如何生产符合 BRC420 标准的 NFT 道具进行销售。我是 Ephraim， 这是我的第一个 Web3 视频，也許有很多的疏漏，如果你有更为独到和深刻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学习和交流。下期见。